注意看，死神方便，这位在职业赛场奋战10余赛的传奇选手，竟罕见的情绪失控。数千名中国观众与泰国拳迷的目光聚焦之处，方便怒目圆睁，异常愤怒。面对拥有395场辉煌胜绩的泰拳王者危仙猜那饱含挑衅的凌厉出腿，方便毫无惧色，他如猎豹般迅猛前冲，瞬间将危仙猜高高举起，那模样好似下一秒就要把对手狠狠掷出擂台。此景令众人惊得倒吸凉气，赛场刹那间被震撼与惊愕填满。究竟为何一向沉稳的方便会如此暴怒，甚至不惜违规痛下狠手？原来危仙猜对方便那傲人的59连胜战绩极为不屑，大放厥词，扬言单手便能打得方便痛苦求饶。危仙猜却非等闲之辈，身为羽波球星当其名的百胜泰拳王，395场的辉煌战绩足以让众多拳手望尘莫及。彼时的方便年轻气盛，状态正佳，无冕之王沙希拉克、世界第一拳王西蒙马库斯都曾是他的手下败将。尽管此役危机重重，但身为中国人，方便心中的热血与骄傲不容许他有丝毫退缩。他深知一旦示弱，必将招致更多泰选手对中国拳手的轻视与挑衅。咱们废话也不多说了，为了让更多中国拳迷领略方便在赛场的卓越风姿，烦请各位帅哥美女长按点赞键3秒，愿诸位皆能早日圆梦，迈向财富自由。裁判哨响，比赛启幕。身着红色短裤的中国不败战神方便身姿矫健，目光如炬；身着黄色短裤的危仙猜亦是自信满满，周身散发着久经沙场的强大气场。危仙猜攻势凌厉，拳腿如疾风骤雨，角度刁钻，防守密不透风，堪称攻防一体。一时间，方便难以密的破绽，陷入短暂僵局。幸得中国散打精于中远距离对抗周旋，方便凭借精湛腿法稳住阵脚，逐步积累点数。赛场局势渐趋焦灼，一场龙争虎斗正在这擂台之上激烈上演，双方皆全力以赴，谁能最终笑傲江湖，尚是未知之数。观众们也都屏息凝视，期待着后续的精彩对决。不要看得太重。好，刚才我们场裁判这个毛星宇对于方便进行了口头的这个劝告，因为你接腿摔只能什么，就这得一拳一腿，或者用挑。方便仿若猎豹一般迅猛地展开出击，径直朝着对手呼啸而去，只打得危仙猜阵脚大乱。危仙猜只能凭借无力的顶膝勉强支撑，试图进行还击。一轮激烈交锋过后，两位选手尽管被裁判拉开，但彼此心中都燃烧着熊熊怒火。在后续的比赛进程里，他们都一心想要倾尽自己毕生所学，将内心的愤懑尽情的在擂台之上宣泄出来。虽然危仙猜实力极为强劲，然而体力不足却是他难以克服的缺陷。对此情形，方便自然不会错过这绝佳的进攻时机，趁着危仙猜大口喘息的当口，便迅速发动了攻击。让你出动了，因为这个危仙猜的打法和泰拳王沙加拉克不一样啊，那拳法对，他没有那么那个盲目啊，很沉稳。刚好两位选手他的风格其实很像的啊，都是比较沉稳的，比较有战略的，比较有思路的选手啊，所以说两位沉稳到一块去了，看比谁沉稳。危仙猜固然拥有颇为丰富的比赛履历，可他也无法回避这样一个现实，在与年轻选手方便的对抗过程中，他难以夺得优势。进入第二回合的比拼，方便未多言语，便即刻再度向前紧逼。他企图运用擅长的散打技艺，对危仙猜予以压制。危仙猜无奈之下，只能谨慎的退到擂台边缘，摆出防守反击的姿势。危仙猜越是退缩，方便就越是意气风发，斗志满满。寻得恰当的时机，方便骤然飞起一脚，狠狠地踹向危仙猜的面部，仿佛要让其深切体会到自身的强大威力。当然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记忆犹新啊。我们场裁判毛经理再给这个危仙猜进行读秒，刚才是方便一记后手是重拳，打他哪里？对，还是有杀伤力，有杀伤力。在第一回合里面，我们也说今天这个方面毕竟是3场比赛，在方便的视角里，危仙猜所使出的各类招式，就好像都被施加了慢放的魔法特效。这些招式不但无法顺利击中方便，反倒令危仙猜屡屡遭遇方便迅猛凌厉的下劈腿攻势，脸部不断承受着重击，其所处的境地显得极为狼狈不堪，甚至带着几分委屈。从相关资料中可以明显看出，危仙猜绝对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重炮手。一旦其他选手被他那劲道十足、势大力沉的重拳击中，即便不至于身负致命重伤，也必定会遭受极为严重的创伤，
那种痛苦就如同被生生褪去一层皮一样，剧烈难忍。现在现场观众朋友们也给方面还要主动进攻哦，但是方面绝对不会那么盲目，绝对不会那么盲目。要防魏宪差的两个。对，因为那个泰国的选手普遍的拳法上，和我们中方选手相比较来说，有一定的劣势，所以说方面的优势还是在于拳。对，他的几级重拳啊，还是很有优势的。实际上，魏先猜正是因为不断遭受这样的羞辱，才逐渐恼羞成怒，而这恰恰是死神方便在今日这场比赛中期望实现的最终目的。但凡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方便在比赛里并非只是单纯依靠拳法发动攻击来扩大比赛点数，他还时不时的施展下劈腿，狠狠的扇向魏先猜的面部。当然，这样的招式对魏先猜的身体并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伤害。太小心机了，毕竟你在3场那场比赛里头，我们所有人认为你那场比赛能够 KO 这个莱斯特，输得太凶，结果那场失败也导致了很多一般的拳迷伤心落泪。我觉得接近体育是这样的，英雄不是不败，而是不放弃。我觉得这是主要的。我觉得至于多少场记录啊，多少场完全不顾比赛规则如何，魏先猜直接搂住方便就是一阵猛力顶撞，想要挽回已经丢掉的颜面，却不知道在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下，魏先猜已经很难与方便继续对抗到比赛结束。比赛来到第3回合，经过前2回合激烈的拳脚较量，方便已经完全掌控了今天比赛的主导局面。此时的方便仍然持续发力进攻，努力最大程度的扩大比赛点数优势。他又一次使出用脚踹向对手面部的招式，这让魏先猜的愤怒值一下子飙升到了顶点。你要放开，把这场比赛程度不要看太重，不要被那包袱那么沉重，放开打，放开打。是的。因为我和这个洪翔在解说这场比赛里也看到今天的方面其实压力挺大的，他也知道这场比赛的胜负对他有多么的重要。其实每一场比赛都很重要，那每一场比赛呢，都为全力以赴就好。对啊，所以说这种心态要放开。在此处不得不钦佩方便的确拥有极为强大的战斗能力以及出色的抗压性，他的头脑更是聪明睿智，他清楚对手经验丰富，因此先想办法让对手情绪失控，防御体系崩塌，只有这样才能更高效的将对手打败，从而收获胜利。在今天的比赛里，方便很少采用游走战术，而是一直把控着压制性的局势。在这个时候，魏先猜不但面子丢尽，而且在比赛点数方面也大幅度落后。迫不得已之下，魏先猜只能不断使用内围的凶狠打法，以此来减轻所面临的进攻压力与所受到的伤害。胜负已经没有任何的悬念，肯定方面会赢得他第3场比赛胜利，没有任何悬念。对，只是现在方面想 KO 对手，在什么样方式？比赛结束了。好，比赛结束了。最终，这场比赛圆满落下帷幕。不得不说，他在赛场上的表现着实精彩纷呈，给观众们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让大家都深深为之折服与赞叹，沉浸在这场赛事所带来的激情与震撼之中。那么你认为方便的表现怎样？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